吧，快坐。哎，听见了，快坐。哎呀，各位这是喊冤呢。为人好比一张弓，终朝每日逞英雄。有朝一日弓弦断，荣华富贵一场空。我再来一个呀！为人好比另一张弓，可以了啊！有多少张弓啊？说4句定场诗，压一压各位的耳音，怕你们闹啊！其实是拦不住的。你别看戴口罩了，他也得闹。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起哄来地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们的坦诚啊！哎，真敢承认啊！好吧，哎呀，看见你们各位我就挺高兴的。能说书，这是一个多么愉快的事情。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，就跟刚才这定场诗似的，为人好比一张弓，啊，终朝每日逞英雄，有朝一日弓弦断，荣华富贵一场空，可不就是那样呗？古往今来，有钱有势、有名有利的人那个无数，啊，到现在让您提，您也未必想得起几个来，过去也就过去了，不重要，开心是最要紧的。那有的时候，他们说这说书好玩不好玩？唱戏好玩吗？好玩啊！说相声的，反正说相声差点啊。说相声就不如说书乐趣大啊！你说相声的这俩人啊，还这一个人这句是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不用顾及别人。当然了，艺术种类是不一样的。您要不干我们这行，你绝不会理解。你包括捧哏，你们老看于老师站台上，就好像我挤兑他似的。你问于老师说：“那您逗哏干不干？”他不干。别人不理解，这是图什么虚的呢？天天站台上人说啥，说他爸爸，说他媳妇儿，说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您比如说看科学家，天天戴眼镜儿，哇，做什么这个实验那个实验，要咱们去不了。你看人家也高兴着呢，这很正常，就是咱不理解。说相声这也是如此。我小时候捧哏出身，我在桌子里边站10年，谁站在外边谁说我呀？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郭德纲他媳妇儿，就你就应的这活儿。京剧你说唱小生那主，唱到90岁上了台，他也是大伙儿的儿子。你应的是这活儿，挣的是这个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这就没有办法，您也不用替于老师委屈啊，他分钱的时候高兴着呢。啊，你让他站在外边，他不愿意，他乐意来这个，就这种快乐，就是你不在这个角度，你啊理解不了，挺好。这，反正我现在就这样，我瞧什么都可乐，啊，我不像我10几岁的时候，10几岁那会儿，所谓的刚出道吧，也没有范哲，也没有前途，看谁都像烙饼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得活着呀。所以说当年脾气也不好，小的时候，哎，那到现在了，这个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啊，所以说好多事儿就，没有像原来那么较真儿，就瞧什么都可乐。现在，啊，当然我身边也有一帮可乐的人，侯爷侯震，我师弟侯震，啊，相声世家，你们要看看侯爷幕后的生活，你就觉得人生很美好，真的。不争名不夺利，不贪财不好色，啊，就是俩爱好，一个就是吃饭，一个是玩。你看这也是一辈子呀，对吗？你包括我就做这节目时候，优酷啊撺掇我说三国，是因为他们有个游戏叫三国，三国志战略版，啊，他们是从侯震打开的这个缺口。真事儿啊！头一回吃饭啊，他们游戏那负责人特意挨着侯震，拿手机
侯爷，你想，你要跟他说数理化，他不理你，你就沾这。玩上瘾了。刚才在休息间出来，您台上您多说两句那个《三国志》战略版啊，因为他给人家拍了一个广告代言，你们知道哈？你就这玩意儿吃谁像谁，讲理不讲理？你就天天看他，这就可乐。你就包括我们跟前这几个助理，我老说，我说就德云社就这一堆助理，咱就够出本书的了。哎，你看于老师有一助理啊，孩子现在也不干了，换工作了。当初也是不爱说话，你看着倍儿稳当。有一回于老师带着人上沈阳，忙完之后说逛一逛花鸟鱼虫市场。于老师最爱小动物嘛，大伙儿就劝这帽子得往下压，口罩弄严实点，尤其冬天大围脖围好了，几个人护着他。为什么呢？就怕给人添乱。你看这个，有的时候我们同行说相声的朋友们，有的人出去怕人不认识。我们有这样的，一出去走到街上，上赶上跟观众照相，把观众吓坏了都。真有啊，人不认识他是谁呀，过去跟人照相去，净有那样。你看这敖德于老师这儿就怕人认识，他就想踏踏实实的逛花鸟鱼虫市场，看看卖鸟的，看看卖笼子的，就高兴不行了，就怕人认识，缠得倍儿严实。哎，包括当地的朋友们几个人围着于老师，他这助理这小孩从来不说话，倍儿蔫。哎，下车的时候大伙儿还注意啊，注意！这于老师这一低头，领子立起来往前走，这孩子2步上前面去了，都躲开！于谦老师来了。结果没逛成，于老师转身就上车了，恨了一天呐，白做这些个防护了，我当年有一助理，我们管他叫大侠，叫大侠是因为人家他家里边好几辈儿练武术的，最起码有3辈儿到现在还在电影电视圈里边做武术指导、武术导演。大侠跟了我好几年，大侠河北人，在北京住哪儿呢？住北京有一个地儿叫草桥，北京的草桥，他住那儿，他有一最大特点，比如在城里无论干什么事接下来要去哪儿，无论去哪儿，得回到草桥，从草桥走。别处不认识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听说过那句话吗？什么话呀，叔？他管我叫叔，因为他叔跟我是哥们儿，所以管我叫叔。叔什么话呀？我说有句话你应该写在本上，就是草桥是通往世界的地方。就怎么弄？我们身边都这个奇葩。哎呀，这事儿多了。大侠就是有一回在北京南城碰见那个有蹬3轮车的老头，车上坐着他那个老伴儿，然后他打老伴儿，你这老头得多混哈！大街上啪啪的抽这老太太嘴巴，大侠看不过去，跟他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之后，这老头还挺有2下，能打，能支应几下。但你再怎么能支应，你打不过他呀，对吧？这应该是2000几年的时候，老头这真有厉害，这老大爷打电话叫儿子来，儿子还带了几个帮忙的来，家伙在街上，那儿子我印象很深他们说可厉害了，满马路喊今天谁也不管用，1、2、3还叫一帮忙的来最后归了派出所了然后赔了老大爷几千块钱，算了事儿了。最可乐就临走的时候，他们说那老太太是指责大侠，我老头打我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说这天下的事哪儿说理去？怨大侠，气得大侠回草桥了。说他们就没完，就包括现在这助理这大南有回录节目跟着我们这录节目，台上有一女嘉宾，有一个40来岁的一大姐，可能说话那表情状态反正台上好多人不爱看，他在旁边等着，
等着我收工跟我走啊，在那儿看他气坏了。你这人咋这样？这女这讨厌。不要让这些人占了我们三国的时间。有机会跟你们再细聊这些个啊。好玩之极，你就看周边人，你就知道人生没有什么其他的值得较真的事儿啊，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比什么都强。上回书说到哪儿了？耶！哎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我这一问你们就说忘了，你们不惭愧吗？你们上草桥吧啊！草桥通往世界的地方，这都真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忘了，我不能忘啊！啊，上文书已经讲到了曹孟德要拉投资了，这个东西厉害啊！因为我亲眼见过好多拉投资的。为什么呢？在北京城啊，东三环附近呢，有几个5星级酒店1层的咖啡厅，是中国影视界聚集地，大概得有10多年都不止了。你就上这几个地儿去，哎，你进去你看，仨一群俩一伙都是谈影视投资的，呵，都跟真事一样啊！每个人都拿着一沓纸打印好的，哎呀，都是你就在那过，你别听他说话啊，你就光听这数字，每一桌聊的都是1亿5千万往上的电影，啊，没有说便宜的，这说8千万，这人瞧不起，抄起来都是1个多亿。啊，谈电影谈合作，所以那会儿就说这个他们聊的口里边啊，一定短不了4大神兽。4大神兽咱不能明说不合适，每一份这 PPT 上啊都会有这4个人的照片啊。后来大伙说这4位是4大神兽，家家拿他们说事，那能成吗？太难了，太难了啊！影视投资啊，你抄起来几千万上亿。哪那么容易干的呀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劝人投资，这是门学问。这东西必须你说的能打动人心，对方得觉得合适，当然对方还得有钱。对方上你这挣钱来了，你跟他说这就叫没用。那么今天，曹孟德面对的是一个有钱、有身份、有智慧的老头。就是陈留郡这儿的一位孝廉，孝廉是一个身份呐，举孝廉了，就是什么中秀才了，哎，就是类似这样，就是曾经举过孝廉，曹孟德也举过孝廉呢，所以身份相等，但人家比他岁数大。此人姓魏，叫魏宏，在陈留郡这儿称得起是首富。今天曹操父子爷俩做个扣，给人接来了，打算让人花钱。因为曹操他父亲说了，就说我儿子要干这件事情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要匡扶汉室，如果钱少了不行啊，恐资少不成事业，恐怕钱财少了这事儿成不了，就这意思。想来想去，就说这个魏宏这个人有给咱投资的潜力，这儿才把人请来，坐在这儿连吃带喝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的说点正事儿，啊，曹操就跟人说了，把自己要说的话都摆在桌子上了。第一，现如今天子软弱，社稷将塌。第二，董卓专权，祸乱朝纲。第三，曹是自己，曹啊。有意匡扶社稷，全赖君扶持。原文很长，我就不说那么复杂了啊，我就把他所有话总结到这3句话里边。第一，天子软弱，社稷将塌。皇上啊，现在不行了，年纪又小，整个这个朝廷已经维持不下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告诉你，机会来了，要洗牌了，谁出手都有可能分一杯羹。第二，
董卓专权，祸乱朝纲，把我这件事情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曹操怎么回来的？逃犯，刺杀董卓。董卓这会儿是汉朝的实际上的掌权人，站在朝廷的价值观上来说，你就是罪犯。你现在又要造反，你这是大逆不道。但是曹操并不提我是罪犯，我说的是董卓专权，祸乱朝纲，我站在道德这儿了。这个东西你得会说，它巧就巧在这儿了。第三，我有心思匡扶社稷，手里没钱，您得帮我。这个话告诉你，就是我要天下，你发财。天下的事分两种，第一你得会说，第二你得会听，对吧？你要不这么说的话，你打动不了人家。大爷您坐这儿啊，我现在啊惹了祸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天下逮我，弄着就得死啊，谁跟我好也活不了，你弄点钱咱们造反吧。人家马上就报警去呀。事儿是一样的事儿，就看你怎么说了。这话说完之后，魏红把手里的杯放下，微微的一笑啊。现在说呢，就是大概有半分钟的功夫，人没说话。其实呢，是心里边琢磨这个事儿啊。第一，天子软弱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。第二，董卓专权，祸乱朝纲，这个说的对，这个事情拿出去它是光明正大的，天下人都恨董卓啊。第三，他要办这件事情，因为之前有人跟魏红聊天提到过，说酒后安天下必是孟德。第一，他们认识街里街坊啊。第二来说，他的所作所为方方面面聊来聊去，魏红觉得认可啊，把杯撂下，点了点头，好。嫌弃不是说嫌弃他呀，就是大侄子是这意思，因为人家岁数大，跟他爸爸另哥们儿嘛。嫌弃，匡扶汉业，你真乃大英雄也。这句话说完之后呢，曹操就踏实了。怎么呢？基本上这个投资能搞定啊。当然了，魏红本身是生意人，人家得琢磨透了呀，凭什么白给你投钱呢？啊，接下来这仨人坐在屋里边，就要系统的研究一下需要多少钱，算账吧。因为你要想造反，这个挑费太高。你不是说好8个人弄一个2人转小分队，咱们出去玩去啊，出去说相声去，那都好弄。你这个不一样，这是军队，具体涉及到一个兵多少钱，你得招兵啊。人家上你这儿来，那个年头的招兵，您记住了，跟找工作是一样的。我上你这儿来当兵来啊，我还是你上你这儿当个将官。啊，比划比划，你会什么啊？我这弓刀石马不尽，我这骑着马打仗，我怎么都会。哎，来一通，哎，您这能当大将，你这差点，你是个兵。按你的身份，咱们得谈条件，人挣多少钱呢？其实跟招工是一样的。来了之后，盔甲不得你出吗？战马不得你出吗？这些人吃马喂的，不都得你花钱吗？所以这个账要算明白了。简单的这么一算呢，魏红几乎就把家财全拿出来了。拿出来之后，大概招了有8000兵。这8000人里边有5000是给曹操招的，魏红给自己又招了3000，搁在一块儿，这是8000人就不少了呀！啊，安顿好了之后，准备一切，这就放出风去，有钱了，可以干这个事情了。曹操对外打的就是忠义2字，
包括他起兵的时候，他那个旗子是一面白旗子，旗子上面写着字儿，就是俩大字儿“忠义”。这个太棒了，为什么呢？师出有名啊，让投奔你的人有一个奔头，是奔忠义而来，聪明啊！这你说这要打一起俩字发财，这完了，对吧？他就不如5万啊！开始吧！哎呦，有来的有，那能没有吗？因为那个年头啊，汉室将亡，这个天下气数已尽，所以说好多人呢找不着主心骨。人都说乱世出英雄嘛，所有人都想机会来了啊！天下刀兵四起，多少路诸侯啊！这些人也得考虑咱们投奔谁啊？我奔这儿，我奔那儿，你奔哪儿？我奔草桥啊！不要起哄啊！就有奔曹操这儿来的，而且大将也收了不少啊！你比如说李典、乐进、夏侯惇、夏侯渊啊，还有包括曹仁、曹洪，当然曹仁、曹洪自家兄弟啊，夏侯这也是他们家亲戚。反正时间不大，就聚齐了一彪人马。曹操聪明，就这个活儿，接下来怎么干非常重要。我现在有人有马啊，有自己的队伍了，给自己也贺了号了，奋武将军，这一切都齐了。就是您准备好了，后台没问题了，这大幕拉开之后，这场戏怎么唱？为什么说有的人他是将才，有的人是帅才呢？帅才就要考虑好了，排兵布阵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？我派他去打哪一道关？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想出几条退路来。如果他不行，还有谁？我们打过去怎么办？打不过去又当如何？这就是帅才。将才就是大帅告诉我你要打谁吧，啊，我去打去，这就不一样啊。曹孟德脑子真够使的，在屋里想这个事儿呢。我一个人不行，虽然说我现在趁8000人，也趁这么多的大将，但是要想兵进洛阳，拿住了董卓，我还是单了一些。那么怎么办？说句老百姓通俗的话，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群架啊！你一个人不行啊，我得多叫人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天下有这么多诸侯呢，我挑起一个忠义的大旗来，咱们联合在一块儿，咱们联盟。这样的话，师出有名。单着去没有意义，这些个诸侯，这些位心里未必不想，自己去都得嘀咕嘀咕，咱成吗？咱别找事儿了。但是咱们聚在一块儿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这事就成了。这就是心理问题。曹操坐在屋里边，把所有各位的心思琢磨一通，干得过。当下就写了一封矫诏。矫诏是什么呀？简单的说，各位，假圣旨，刻了一假戳子。假圣旨啊，以皇上的口吻，哎，各位爱卿，亲爱的老大们，现如今呢，老董忒不拿我当什么了，俺们天天跟这儿又哭又嚎的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啊！你们哥几个赶来，快来救命吧！啊，要来都来，赶紧，再不来我就完了。我是翻译了一下啊，以皇帝的口吻出了这么一道圣旨啊，矫诏，盖一戳子，玉玺，他有吗？他没有，没有不要紧的，找一卖豆腐的啊，来块豆腐干，水豆腐不行，容易把圣旨弄湿了。
非得是豆腐干，不要五香面的那种。刻上字儿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前文书咱们讲传国玉玺的时候，在这上面聊过，今天咱就不废话了，您就记住了这8个字儿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当然，此时此刻传国玉玺下落不明啊，咱们过些日子说就能说到这儿了。此时此刻，这图章是假的，当然是不是豆腐啊，是不是萝卜的就不重要了，反正有这么一玩意儿，咵一扣，扣完之后，普天下这么一撒，各路诸侯，你们看一看，大伙儿知道是假的吗？知道，谁都知道是假的，假的也很需要啊，没有这个假的，咱们怎么出兵啊？对吧？咱们自个儿去那叫反叛，有这个了，这就好办了，名正言顺，我们这叫清君侧呀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历史上好多次清君侧的故事，一般清君侧都是造反的人提出来的。什么叫清君侧呢？清理君王身侧，皇上很可爱，皇上身边有大坏蛋，我们要去把大坏蛋打跑，然后辅保皇上当皇上，这是个借口。但其实清君侧的目的是君，不是侧。侧你给他加个锁就完了，对吧？他厕所有什么可怕的？勤做卫生不就完了吗？清君侧的目的都是奔着君去的。永乐大帝、燕王朱棣，清君侧不就干这个使的吗？他没有这个借口，怎么能出兵呢？所以说，各路诸侯一看这个，呼呼，可把这个东西等到了。哎呀，他再不来，我都憋着弄一假的了啊！太棒了，开心，来吧！啊，家家的点兵、调将，准备粮草，走，咱们一块儿。那么说去哪儿呢？目的是打洛阳，因为董卓在洛阳嘛，但是不能直接到洛阳，你也到不了啊。所以说这头一战要打泗水关。泗水关前面的关就是虎牢关，到虎牢关离着洛阳还有50里地，就很近了。我就3言2语把这个路线跟各位说清楚了，您就明白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干这个活儿啊。就是所有的人马聚集在泗水关以外，大伙儿可都来了。这个事儿的发起人是曹操曹孟德，把这有头有脸的有字号的诸侯全请来了。在这些人里边，我们单独要提出一个人来说一说，这人叫公孙瓒。有认识公孙瓒的吧？好，没有啊，那就好啊。公孙瓒他的属地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河北省雄县附近，就是在这儿。公孙瓒，白马将军公孙瓒。公孙瓒接的这个矫诏的时候很开心呢，太棒了啊！好，想了又想，因为自己这儿势力单薄一些，人家一说带多少人去，战将多少员，我这儿怎么办？我连大将都没有啊！没有大将，有皇冠没用啊！这么说，公孙瓒是个东北人。想了又想，突然间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高兴，我这儿有啊，我这儿有3员大将啊！好，吩咐身边的人，来人呐，将军，拿我的手谕去到平原县调刘关张。
刘关张休息了很长时间了。桃园三结义，他们哥仨出场了，哎，男一号都出来了，打完毒油呢就休息了。到现在呢也一直没提他们。说这哥仨干嘛去了？边打毒油之后不就裸辞了吗？没地儿去。哎，后来想起来了啊，有一个远房亲戚也是个太守，这人叫刘辉。哥仨投奔刘辉去了。到刘辉那儿呢，刘辉对他们不错，就住这儿吧。啊，没多久，有俩人造反，一叫张举，一叫张纯，这俩也是太守，这俩造反。刘关张就跟着打呗，哥仨能打，带着人去了，就把这战乱就给平了。平完之后呢，因为公孙瓒跟刘备是同学，哥俩交情好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哎呀，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，说这次平叛多亏了刘备，把事儿都一说，朝廷很高兴，啊，说那行了，这个之前打毒油既往不咎，这次有战功，有战功得赏啊，所以说他现在在平原县做县令。今天公孙瓒把他们哥仨想起来了，说太好了，调他们来就成了。坐这儿等着，功夫不大，又打外边差人进来了，跟将军您回，刘关张到了。伤情虽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药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。也难圆。对。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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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来不来不来。再闹，送你们上草桥啊！有没有看上期的人都不知道，怎么出来个草桥啊？好玩不好玩？嗯。哎呀，我天天都是这些好玩的人们，我怎么弄啊？一天到晚的，但是很开心啊！我也不抽烟，我也不喝酒的，天天就指着看着他们了。嗯，你们看我乐，我看他们乐。嗯，喝不了酒，现在。20来岁的时候喝酒喝得还挺凶，那会儿也不怎么着，闲着实在是没事干，也没演出，也没地儿挣钱去，一天到晚的净剩喝酒了呗，喝的还挺多啊。我喝酒主要是一出汗，哎，今天这酒就算没数了，多少人我给你喝躺下，没事儿，我想那会儿在家要自己吃饭哈，一顿我还能喝1斤白酒，啊。真的，这有时一天在家待一天，哎，中午晚上我能喝2瓶白的。但是后来又想了想，也没觉着酒有多好喝，我闻着也不香，我不喝我也不馋，所以后来家里人都劝我，这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我想了想，不喝就不喝吧，就撂下了。这一撂下，这现在也真是，他们说这玩意儿也得练啊。你看有时候现在吃饭，他们谁喝酒，您来一杯吗？我说我。看着就怵头，我闻一下，我觉得恶心。就是这一撂下时间太长了啊，不喝吧。酒要少吃，食要多吃。喝完之后有什么好处？包括喝啤酒也是，20来岁那会儿还喝啤酒，有时候夏天天热，喝那个带冰碴的，咕噔咕噔喝，喝完也胀得很是吧？一走道肚子咣当咣当响的，怎么个没法你说说啊？不理解。包括那会儿。我唯一去过一次酒吧，你看这玩意儿，90年代在北京有一朋友，他一大帮人吃完饭走啊上酒吧，我说都吃完了走玩去。到那儿看他们坐那儿喝酒，我这个有什么意思？跟那玩牌掷骰子还唱歌，哎呀把我闹得都不行了。我这地儿想挣我的钱势比登天，没有意思啊。喝酒，我有一朋友喝酒就喝坏了，啊，他叫东子，那叫东子，北京人，那个酒喝的，哎呀，你看那玻璃杯这一杯
3两吧，差不多3两啊。每次一见面，这一桌人啊，他一进门先来这个，我来晚了。谁问你了？你这是不是谁问你了？怎么你就来晚？晚就晚了呗，坐着吃饭呗。我来晚了。前几年看他喝还挺冲啊，后来之后就觉得状态不对，好几回哗这杯喝完之后啊，5分钟他就出门上饭馆门口去了。我跟出去看，好家伙，吐一地血。我说你不能再喝了，你要再喝就坏了。我们有一朋友就说他说你要这样喝，你都活不过40去。只要一吃饭就老说他这句，他也不听，照喝不误，就爱相声，爱听相声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天津有一个相声老前辈，按艺术把他勾引住了，哭着喊着要跟人学相声。我说你学不了相声，你那个嘴，哎呀，这嘴里有棉裤，你知道吗？你哪能学了相声去？是不是？我说你别费这，不必须要学，啊，人这个相声老前辈天天给他开道，啊，你得花这个钱，你得花那个钱，花钱如流水一般。后来有回伤心了，就是上天津去，他上老爷子家里去，他胖啊，上人家厕所方便，钱包掉了地上了，他也没当回事就走了。到天津站一摸口袋，钱包没了，又赶紧回来。这老先生说什么不承认了，他站楼底下痛哭一抱，打这起就断了来往，不来了，啊！但是酒还是这么喝，每次喝酒，大伙儿你这么喝吧，你活不过40岁去啊！后来啊，喝酒就死了，死的那天是39岁的最后一天。咱们不是封建迷信，咱们就事儿说事儿，这是我亲眼得见的事情。我们只能说天下的事难说得很，人对宇宙的理解是5%，所以很多事情是未知的，不是宣传迷信啊，不是说什么。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一语成谶。啊，他死这天，40岁的最后一天，活到转天他就活过40岁了，就差这一天。我90年代认识一个朋友，海淀的老曹，啊，老曹我们一块儿吃饭，哎呦，我老曹你这状态真好，红光满面，红光满面，这个寿星眉，这眉里边长出几根来，这叫豪；眉毛里边长出几根叫豪，代表长寿，大耳朵唇。哟，我说老曹你真棒，你看你这馅儿这样啊，拍戏多好看，啊，关键你这整个这气势，你这是长寿的相貌。哎，不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最不相信封建迷信，啊，我也许今天晚上就死了呢。你看，转天来信儿，当天晚上死了，心脑血管，当天晚上没的。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一语成谶吧？不是封建迷信，各位啊，咱们就事儿说事儿。你包括我师傅侯耀文先生，去世前啊，这个我们还在天津录像，完事录完像，他回北京带2块手表。先生您干嘛带2块手表？我没日子戴了，这就是他的原话。死之前吃炸酱面，搁那些个酱，咸了，您搁那么些酱，我没日子吃了，去世了。啊，人要有敬畏之心。为什么说过去人讲究家里要供着一块天地君亲师？因为人是最渺小的了，不要随意的就不信这个不信那个，你不能逮什么信什么，你也不能逮什么不信什么，人要把心放在这儿啊。我们还是说三国吧。不敢说高台教化，但是您听我说书，我是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当然我的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您各位藏龙卧虎啊。听完之后您觉得哪儿说的不对，您提出来，以后我不会让你进来的。上文书我不能问你们，你们这就不讲理了。我刚想说今天不给你们搭下茬的机会，哪有你们死乞白赖自个儿愣喊的呀？那就来吧啊！上文书说到哪儿了？啊，真棒！这个脑子是得听书。刘关张来见公孙瓒。
哥仨这些日子就算不错，比较稳定，但是事业上没有什么。你像他有什么事业？平原县县令，他是最大的官了，那哥俩跟着他。关羽多少还有个身份，马弓手。平原县令的马弓手。马弓手是什么官？也不是什么官啊。现在来说，就是县里边的保安队的一个队长吧，就是这么个身份。哎，马弓手大概是这个级别。今天一听说公孙太守叫咱们去，还挺高兴。尤其刘备跟公孙瓒啊，这个交情，他同学，关键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这个不一样。您想，您各位也有朋友，您要说昨天喝酒的时候认识那朋友啊，也就这么回事儿。你要说这个打小1年级一块流鼻涕穿开裆裤在一块的，你就会觉得他亲。你在一块，你对他你也没有什么提防心，一块长起来才能怎么着？所以人这个东西很奇怪啊。来吧，见公孙瓒，哎，这一见面，该施礼得施礼，终归人家身份在这儿了，他这儿怎么客气是他的事儿。坐，聊天坐在这儿，啊，先聊会儿闲白吧，也没外人，哥们儿兄弟。都说完了之后，就说到这封矫诏了。现如今奋武将军曹操曹孟德，他来了这么封矫诏，号召天下的诸侯，咱们一起啊，要匡扶汉室，拿住了东贼。把这事儿一说，呵，刘玄德听完之后，真是有点热血沸腾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干事业的人，否则的话，到后来不可能3分天下有人家一份儿。他如果说安心的做小买卖或者干点什么，那打毒油都不可能发生啊。跟那儿就好好上班就得了呗，当一县官，给毒油伺候走了就得了。他就不会这样，他是有野心的。但这个人呢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什么东西都藏在心里边。可今天听见这个消息，很开心。为什么呀？机会来了。机会比才华还要重要。我老说这句话，没有机会，才华等于狗屎。天下各行各业有能耐的人很多，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没赶上机会，那就埋没一辈子，就跟演电影演电视剧似的。什么叫好？嗨，机会就叫好。张三李四俩演员，演技上谁比谁差不了多少，能差到哪儿去？对吧？这活张三演了，张三就红了；李四没演，李四就完了。李四就演一辈子丫鬟才女儿，跑龙套给人家，他不就是机会吗？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？这时候但凡来一位，哎，李四演吧，李四就红了呀。这里边有命也有运，难讲得很啊！我也不是哲学家，我文化水平也有限，好多事儿掰扯不清楚。但是肉眼所见，俱是如此。机会来了，很兴奋。公孙瓒也很开心，啊，说我希望宣德公，你也领一哨人马跟我一起，咱们泗水关外会一会众家诸侯。好，我全听您的吩咐。宣德，平原县你现在有多少军马？跟您回，加上我弟兄3人，120多人。喝酒吧，好吧，喝酒把烤串的叫进来吧，别跟着起哄了，咱们100来人打狼都不够啊。这是玩笑，100多人是真吗？是真。他一个县官，他能趁多少人呢？可不就是100来人呗。公孙瓒也乐了，我调配你3000人马，这就不少了。宣德高兴了啊，如虎添翼，4柄战马。
如虎添翼是老话，四饼粘麻是我编的。如同老虎有翅膀，好像那个饼子上沾芝麻了啊！如虎添翼，四饼粘麻，很高兴，当下就安排一切。这个就不归咱们负责了啊，安排呗，兵啊将啊，包括安家的，包括出门带着锅碗瓢盆、粮草、兵器、战马，把这些人也得简单的排一排啊，都安顿好了。公孙瓒、刘关张带着人马浩荡荡赶奔泗水关。泗水关外这个兵营啊，排了得有200-300里。有人说有这么多吗？有啊，因为一共来了18家诸侯，兵似冰山，将似将海，他得有帐篷啊，他得安顿人马呀。不是说这些位来了住酒店去，那哪成啊？还都得选择这个吉地啊，好地方。这家来了得挑地儿，你做饭也得合适啊，还得靠着水。哪儿住，风口在哪儿，对不对？你18家啊，少的也得来几千人呐。所以说这人一排开了200-300里地，安顿吧。刘玄德这安顿好了，有自己的中军保障。中军保障就是办公的帐篷，在后边单有一块叫子帐，儿子的子，子帐就是休息间。前面这大帐这不咱开会吗？咱们说事儿，说完事儿之后呢，得休息啊。后边还带着一个单间叫子帐，这是刘玄德的地儿。都安顿完了，公孙瓒来了，俩人坐在这儿，有人给沏上茶来，问了问情况，说没问题了，咱们的人马都安顿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开开眼。开开眼啊，好，九一将军啊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我带你去见一见袁氏兄弟。袁氏兄弟，我不知哪位熟读中国历史。所谓的袁氏兄弟，指的就是2袁：袁绍、袁术。来的这个18家诸侯里边，势力、能力方方面面，包括身份最高的就是袁家。4世3公，汝南袁氏，说的就是人家。袁绍，前文书咱们提过，不知您各位还有没有印象？跟曹操俩人私交不错啊。您要是没留神的，您就往回倒倒，听听前几回书啊。袁绍，袁绍是哥哥，袁术是弟弟。这个我得拿点时间跟各位先介绍一下啊。这个哥哥呢叫袁绍，袁绍袁本初，弟弟叫袁术，袁术袁公路，不是在公路上生的啊。哎，名字字叫公路。这俩人摆清楚了啊。这是哥哥，这叫袁绍；这是弟弟，这叫袁术。这2个人是嫡叔兄弟，一个是嫡出，一个是叔出。嫡出在家庭里边，在法律上来说，他是最占便宜的。什么叫嫡出呢？大媳妇儿生的，明媒正娶这位原配，搁到皇宫里边，就是皇后生的，那叫嫡出。他生这孩子能当太子，家庭里边也是如此，这是嫡出。那个呢，那个是叔出。叔出，姨太太生的，2媳妇、3媳妇、5媳妇、8媳妇啊，后边排的这些位叫叔出。这就是俩人的身份。但是这哥俩呢，这个弟弟是嫡出，
这哥哥是输出。您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就是别看他是哥哥，他妈呢是早先家里的一个丫鬟。丫鬟咱生得早，那你别看是啊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她生得晚，所以那个是嫡出，但他是弟弟。这别看叔出，他是哥哥，这种的就叫嫡叔兄弟。所以过去人一见面一聊天啊，说这是哥俩，人得问哦，二位同胞兄弟吗？啊，是我们同胞，那就是一个爹一个娘。您二位兄弟同胞吗？不，我们嫡叔啊，这就明白了。还有就是你们是同胞兄弟吗？不，我们是隔山兄弟。因为这个我们是隔海兄弟，不一样。什么叫隔海兄弟啊？俩娘，他是俩娘生的。这一老头娶一媳妇儿，生了一个，又娶那个，这死了又续了一个，续了一个媳妇儿，又生的这个，这俩兄弟，这叫隔海。俩娘是隔海，俩爹叫隔山。明白了吗？两口子结婚生一孩子，这爹死了，娘又走了一步，又嫁一个别人，又生一儿子，这俩叫隔山。哎呀，说这玩意儿太累，你知道吗？三国不好说就在这儿，我说西游记那还拦得住我？敞开了说，喝着啤酒说也说不错。这个玩意儿就是啊，故事里边没什么新鲜的，就得把故事外边东西给大伙儿掰开了揉碎了，得让大伙儿听得明白。这也是这些年为什么没人说三国的原因呢。万幸啊，万幸这个棚啊，这个信号不好 ，WiFi 不好啊，因为说三国就怕人家拿手机搜。你这说完他赶紧搜，哎，不对啊，坏了。这个棚好就好在你搜没用啊，给家打电话也得散了再说。这就是袁绍跟袁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也正因为这个嫡叔，哥俩之间有矛盾，矛盾就出在这老二身上了。就这袁术袁公路，我是嫡出啊，你妈原来是咱家丫鬟，你是比我早来会儿，那不管用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看不起他。又何况这个哥哥袁绍还过继给了袁术的大爷，听懂了吗，各位？所以袁术就认为这天下都是我的，你就不应该。这是他哥俩的原罪。到最后闹掰了，打成那样，都是从这儿引起来的。好了啊，就说到这儿啊，家务事咱们不多说，没有意义啊。带他来见，带刘玄德来见二袁，来到这儿了，到人家这中军保障，好家伙，这个袁绍是个尊品人物啊。老先生说袁绍啊，面若姜黄，脸不是那么白。您看那个姜了吗？把它切开了，就里边那黄颜色，淡黄，是这么一种颜色。海下三柳漠然，一表人才。虽然说袁绍往这儿一站，威风凛凛，八面的精神，但是历史上对袁绍是有评价的。8个字：凤毛鸡胆，虎皮羊脂。凤毛鸡胆，五彩斑斓，跟凤凰一样啊，那不定得多厉害了。你看他的胆子就这么点儿，难成大器。虎皮羊脂，像大老虎一样威风凛凛，那个啊，浑身都是花儿，尾巴一扫，啪，树能抽折了。死也是站着死，老虎没有说歪在地上死的，死之前也是站好了，跟这儿昂着脖子死。虎威啊，说他，你看外边就是老虎一样，虎皮切开了，里边是羊肉，
早晚得跟自然搁在一块儿。凤毛鸡胆，虎皮羊脂，说的就是袁绍。但这会儿人家那很厉害呀，因为来的18路诸侯里边，人家势力是最大，人也最多，他占那个地儿那了不得呀！啊，那边到潼关，这边到黄河，全是人家的，那是有势力。何况人家家里边4世3公啊，关键人家家的门生故吏遍地都是。你就问吧，是当官的，您问哪儿的啊？袁家出来了。我是袁家提拔的，我原来给袁家看门，都这个门生故吏遍地都是，这叫什么？各位，这叫威望啊！今天来到这儿，公孙瓒给介绍，这是平原县令宣德公刘备刘玄德，汉室宗亲。这一说，刘备过来撩衣裳就要跪，袁绍一把就拦住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宣德公，快请起来呀，看坐。按说在这个状态下不让你坐是很正常的，身份太低了啊！但人家袁绍为什么让你坐？非敬职也，并不是尊敬你的职位。非敬职，你那官儿就别说了，太丢人了。敬的你是大汉宗亲，你是皇上的本家儿，你是皇上的叔叔，我尊敬的是你，也就是尊敬的是朝廷。请坐。这才坐啊！哎呦，叫这中军宝帐里边，各路诸侯都到了，各式各样的呗啊，这样的啊，这样，还来一练健美的啊，都到齐了啊。这里边谁是那总指挥呀？按说是曹操，他叫的号吗？但是你看孟德这个人聪明就在这儿，一点儿都不张扬，尊敬每一家，跟每一家都客气，挨个的捧。你说这个人他要不成事儿，老天爷就没有眼了呀！啊，给大家安顿的非常好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各位都客气客气呗。终归是要谈正事儿的。站起来一位将军，这人姓王，叫王匡。王将军啊，各位诸侯，在这个汉末以前呢，中国的礼法呀，这个握手啊，这个手啊要左搭右。从汉末以后，其实它是右搭左。您记住了啊！所以现在有时候你争竞这个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，按老规矩是左在上，啊，行了，就那样吧，行了，不重要，现在是这样啊。王匡，各位将军，各位诸侯，18家聚在一起，共讨国贼，乃江山之幸也。得来两句客气话啊，把正事先说了。那么接下来要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事情了。18家诸侯在此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推举一位盟主啊，无纲不往，无领不依。无纲不往，什么意思呢？都看过河边那个撒网逮鱼的吗？歘，网撒出去了，落到水里边了，往回再拉，拉的这根绳子叫纲，这叫纲。它其实跟马纲绳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一般人说马缰绳，你要按老的说法叫马纲绳。
记住了啊，这个网往回蹬，那根绳子叫钢。你没有这根绳子，你那个网就是窟窿眼儿，你蹬不回来。无领不衣，没有这领子，这衣服没法弄。一提了这领子，衣服就拿起来了。说了这么8个字儿，其实现在说就是人无头不走，鸟无翅不飞。18家聚在一块儿了，对吧？少的几千人，多的好几万人，十几万人，你得有一个总负责的呀。谁说了算，都说了算，那咱干不了了，得挑选这么一位。这个建议说出来之后，所有人都赞同啊。曹孟德把脸低下来，微微笑着，这个态度很谦恭。好，什么意思？选您各位。要不是曹操，换别人也得对。我把您各位召集过来，共谋大事啊！不是这样吧？毛遂自荐啊！我不才，我要如何干得出来？那个等不到大破汜水关，这帐篷里边就得出人命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曹操他不这样，为什么说奸雄啊？他就是不一样啊！好，赶紧选吧，啊，那意思我是不当，谁来呢？其实大伙儿心里边都有数，无外乎就是二袁的身上。二袁身上这就难说了啊！有的人认为就是袁绍，但是也有说袁术的。为什么呢？按照身份来说，袁术第一出；按照这个资历来说，在官阶上他比他哥还高，他的人马也不少啊，所以袁术在旁边那嘴撇的呀，跟8万似的，那意思必须是我啊。为什么说在战术上后来这袁术确实不灵呢？跟性格有关系，不大气，还净干那个毛子狗子那个小事儿啊，没有城府，狗肚子搁不住2两香酥油啊，就等不了了。虽说他哥哥呢也一般，但是比他稍微的态度要谦虚很多。这个东西是跟出身有关系的。丫鬟生的，从小他有这个，看人家乐意不乐意啊，看人脸色，他有这个，你看差这一点儿，母亲的身份就决定俩人的性格了啊。当然了，俩人心里都打鼓，心说要是我就太好了啊，哎呀开心啊。那自己不能说这个话啊。哎呦，大帐里边乱成一团，怎么呢？大伙儿说话呗。我是怎么样了？我人在他呢，我不这会儿来这传，这就乱起来了，说什么都有。耳边厢听人说了一声：“列位，听我一言。”